我在楼市里面赚的钱远远要比股票市场更多。其实我买楼从93年就开始了，头10年是把握了美国楼市的大牛市，在03年香港楼市最低的时候开始在香港年年买层楼，10年赚超过1个亿，也写过3本关于我年年买层楼10年赚1亿的故事的书。其实楼市背后是有13个因素的，用香港、韩国、台湾、新加坡、中国大陆和美国的楼市和我的30年的投资楼市的经验给大家做案例，让你也可以准确的判断楼市的走向。大家好，我是788张志宇，在这个频道里我会分享我投资了30年的经验和心得，希望帮助大家避开股灾，找到10倍股，让财富滚雪球。如果你还没订阅的话，记得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那你就可以收到我视频的上传和直播的通知了。帕帕，最近连李嘉诚都要打折贱卖他的房地产了，是不是香港楼市要完蛋了呢？那香港的房地产呢，不至于要完蛋，但是未来跌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我们之前有讲过，影响楼市的许多因素，其中一个是利息。现在香港的利息随着美国的加息也涨了蛮高的，而另外一个是人口。那随着香港有很多的高收入或者中收入的人士移民离开了香港，那对房地产的需求也会降低，所以香港未来的楼市跌的可能性会很大。当然李嘉诚的团队也会分析，而且他们看的数据是更精准，经验也是更丰富。李嘉诚每年都有卖很多的楼，从来不打折，都是高过市价大约20%到25%左右发售的。但是一旦李嘉诚卖楼的时候比市价要打7折，就代表着未来的楼市会跌。而跌多少呢？一般来说，新的楼盘因为他们销售的手段可以卖高25%左右，那现在李嘉诚的楼卖了比市场要低30%，所以代表着未来的楼市有可能会跌40%，使到未来的楼再一次相对现在李嘉诚卖的新楼有10%的 discount。 那其实除了自己住的楼要小心之外，楼也是一个投资的工具。现在我们供楼的利息要比收来的租金还要高，所以楼也是没有投资的价值的。所以我们看一下，在股票市场里面有一类的股票叫 REITs， 房地产信托，买它们等于是买了楼。这些房地产信托在过去的1-2年内也是累积的跌了很多很多。这是因为一方面他们的租金随着经济的复苏没有预期的那么强，他们租金没有涨了那么多，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有很多的债务，随着这些债务的到期，他们新的债务的利息要高很多，这就大大的减少了他们的现金流，使得他们未来要减少派发股息。所以一旦他们减少派发股息，他们的股价也会跌很多。而另外一方面，很多的投资者买 REIT 也是贪图他们稳定的现金流，现在国债的收益率也涨上去了，所以他们又变得没有那么吸引了。所以我们看到曾经是香港的爱股领涨，也从60多块跌到了现在不到40块了，中间还需要供股来募集资金，来减少他们的利息支出。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参考李嘉诚大折扣的贱价卖楼和 REIT 股价的跌幅，我个人对香港下一年的楼价是比较不乐观的，我估计也会调整20%左右。那现在内房股和 REIT 跌了这么多，有没有投资的机会呢？投资机会当然有，但是如果你没有学过投资的话，千万不要乱买股票。因为就算你买对了一只股票，如果你不懂得去分析的话，股价一跌你就会心慌意乱，在错的时候卖出，这就是散户典型输钱的众多原因之一。所以我建议大家
不懂股票千万不要买股票。那如果大家想学习正确的投资方法的话呢，可以点开下面资讯栏第一条链接，去免费领取Chief为大家准备的精华课。那中国内房呢，很多的暴雷啊，现在连碧桂园呢都岌岌可危了，你怎么看呢？那碧桂园现在有几个债务是违约了，无论是境外的美元债券或者是境内的债都是违约或者停牌，导致了整个投资界对碧桂园还有整个内房的担忧。其实这是很正常的，之前我们有说过，在一个楼价下跌的市场里面，买楼的人都不敢再买楼，他们会延迟去观察，希望是等到楼市跌停了，但是大家不买楼的话，这会使到许多的房地产开发商发生了现金流的问题。所以我们回看碧桂园还有其他的内房股，他们在过去1到2年内，无论是发售的楼价跌下来了，或者是销售的量也跌下来了，这2个因素叠加在一起，使得他们的收入大幅度的减少。那中国内地的房地产，因为在过去30年从来没有经历过像这一次这么厉害这么长的一个下行周期，所以大部分的房地产公司都是过度的杠杆了。例如碧桂园创始人杨国强甚至发明出著名的3-4-5模式，即3个月开盘，4个月资金回笼，5个月资金再利用。这一模式确实也给碧桂园带来巨大收益，所以在楼市上升的时候，你杠杆越多，赚的钱越多，发展的越多，所以使到恒大的许家印或者是碧桂园的杨国强和他的女儿都分别做过中国的首富。但是现在中国的楼市开始下调了，他们都变成了首富，负债那一个富。那相对来说呢，香港的房地产发展商其实以前在60年代也经历过类似的危机，所以相对是非常的谨慎。大家看一下李嘉诚的长江实业或者是新鸿基、恒基这些地产发展商，他们的负债相对他们的资产都是非常的低的。所以当楼价跌下来，销售量也少了，内地的房地产开发商他们的收入少了，他们就不够现金流去支付他们所借的债务，特别是如果他们还借的是美元债，而现在美元是升值了，人民币是贬值了，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双重的打击。所以碧桂园出了问题只是冰山的一角，只不过它是除了恒大之外曾经第2大的内地地产开发商，所以也引起了媒介的注意。那中国这个问题是不是也会在其他的国家发生呢？当然咯，在一个利息上涨的时期，房地产是非常危险的，特别是过度杠杆的市场。先以韩国作为例子，今年4月份的时候，韩国全租房开始暴雷，很多业主面临着房子卖不起，价也卖不出的两难境地，没有资金偿还租客的押金，就弃房违约出逃了。租客面临钱房两空，还背负巨额债务，所以有不少的年轻人因为全租房诈骗而选择自我了断。那么首先科普一下，什么是全租房？全租房的意思就是房东把租客当成银行，用一定时间内的房屋使用权做抵押，向租客贷款，贷款期限到了以后，租客退还房屋使用权，房东退还本金。实际操作的话，就是租客先按照房子市值的70%左右去交押金，押金交于房东，然后可以免费住2年，2年后房东会把押金全额退还给租客。全租房这个模式的诞生，银行是会专门给全租房的租户提供超低利率的贷款，进行此类型的低利率贷款，该贷款2年利息支出总额低于2年普通租房所需成本，故普通房客或者说是韩国年轻人更愿住全租房，由于他们付不起房租，就会选择风险更高但每月负担更低的全租房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房东便可以利用年轻人给予的房租去再次购买另一个房产，如此类推，不断有全租房模式的需求，
就有更多房东杠杆购买房产的出现，所以此全租房模式间接性令房价被拉高并继续上涨。韩国甚至有人用这种不断借贷的方法一口气买了几百套房，但这种模式你需要不断有资金流入才能维持。比较生动化的来说，这就是一边出水一边进水的资金池游戏。在这个池子中，出水是固定的，不确定的是进水。如果房价持续在涨，楼市流动性充沛，你可以通过卖房获得资金，又或者你总能找到新的租客，获得新的押金。虽然之后韩国总统文在寅是出了25轮的打房措施，不过却是令房价暴涨得更加厉害。直到2022年，美国启动了加息，韩国也跟随其后，资金池出水口的流量变大了，需要归还给银行的利息变多，全租房的押金贷款原本也是要付利息，这下利率上涨，相比直接付房租的优惠就没了，所以大家就纷纷退租全租房，要求房东退还押金，效果就好像银行挤兑一样。那么一些眼疾手快的房东趁着楼市还有热度，就迅速抛掉房子，于是房价开始下跌，手慢的就跑不掉了，即使想抛也没人接盘，因为所有人都知道房价在跌，最终导致首尔的交易量骤减70%。另外，我特别担忧的是马来西亚这个房地产市场。那之前我知道在马来西亚有许多教房地产课程的 guru 教了许多的学生用 loan compression 一下子去买了许多的房子，这些房子其实租金是远远不够支付利息的，特别现在利息涨上去了，如果这个高息的环境持续一段时间，而马来西亚的经济又不太好的话，我恐怕很快会有一个资金断裂而出来的违约潮。只不过这一次不是碧桂园、恒大这些大公司，而是无数的马来西亚的个人，所以大家记得要做好风险管理咯。听上去很严重呢。那这个恶性循环没完没了，怎么办呢？那方法总是有的，我们下次会探讨多一点。房地产这些药力开始生效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楼价又会重拾升轨了。所以无论是买楼或者是买内房股票，都应该考虑这些政策和它的影响。看到现在，你给自己一个赞，也给我们一个赞吧。我们下次再见。